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Wally Magazine。今日係2025年嘅8月30號啊，呢條係第一條片嚟嘅。咁統計處早幾日出咗啲數字出嚟啊，我覺得咧係應該要解讀嘅，因為咧講緊嗰個就業人口咧，或者係咪崗位定係點咧，可以同大家解讀一下嘅。少咗咧177500人，仲要係咧。有好多嘅行業咧增加咗人手啊，先至係少咗咁少咋即係17萬幾已經加埋嗰啲增加人手。最弊咩咧？增加人手嗰啲咧，而係嗰啲醫療啊、社會福利保健啊、社會啊等等嗰啲嘅情況。咁即係話咧，嗰啲係負擔行業，唔係話揾錢嗰個情況嘅行業嘅。好多個支柱行業啊，人手啊大跌啊，或者係職位添啦。咁進出口貿易咧5年激減24%，零售啊唔使講噶啦，差唔多20%唔見咗。咁有一啲行業咧，咦好似好興旺咁，但係又少咗。但係咧，到底咧嗰個就業人數嘅減少咧，分咗幾個階段，而嗰幾個階段咧係反映咗經濟唔同嘅情況啊，唔係咁樂觀嘅。咁不如去片啦，同大家解讀同埋報道呢啲數字啦。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免費訂閱我頻道 ，subscribe 我 channel，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埋俾你朋友啊！如果可以嘅話咧，免費 join 埋我 Patreon 作為後備。行有餘力嘅話咧，可以喺 Patreon 嗰度咧每個月請我飲咖啡嘅噃。另外咧，我有一個最高級別嘅會員，咁有額外嘅內容啊，敏感嘅議題同埋一啲付費嘅內容俾大家嘅。多謝大家。不如以往啦 credit 翻個媒體先。今集咧就係講咗信報咧有一篇文章，佢引述咗咧統計處嘅數據，會同大家一路咧報道一路講啦。亦都係咧會同大家講下，喂，到底呢啲數字個啟示個啟發係咩？因為咧淨係講個數字係冇乜意思嘅，係嘛？大家即係睇完咪算啦，係嘛？但係後面咧嗰個先緊要啊嘛。引述翻信報啦，雖然咧本港 GDP 咧已經恢復翻去疫情前嘅水平噶啦，但係咧就業人數咧仍然低於咧疫情啦。疫情前即係咧佢個定義係2019啦。政府統計處咧早前發布咗有關咧2024年嘅就業綜合估計數字嘅專題文章啦。我引述呢個啦，提到咧本港2024年嘅總就業人數咧係咧3694700人嘅，較2019年咧減少咗4.6%，即係少咗177,500人啦。當中咧好誇張啊！減幅較大嘅行業咧，係進出口貿易啊、批發同埋零售。佢哋嘅就業人數咧喺2019年咧分別大減咗啊。頭先講進出口啦，差唔多24%啦，23.7%啦。零售批發咧19.6%。批發19.6%應該係話零售18.7%。其實我覺得進出口貿易同埋批發咧差唔多，即係啲情況差唔多。細分係好嘅。相反咧，公共行政、人類保健咧、社會工作服務行業等等呢啲咧就增加。呢度咧我要特別要同大家講一講先，即係有啲評論。首先咧 GDP 回復翻疫情前嘅水平咧，你要記住。嗰個 GDP 個質量、含量、內容同以前係唔同嘅，私人投資等等嗰啲咧，消費咧係大幅減少嘅，政府開支咧增加咗㗎。你要知道呢樣嘢啊，醫療等等嗰啲政府開支 government expenditure 咧，大興土木發債等等呢啲包括地鐵係咁擴建嗰啲地鐵線呢啲計落 GDP 㗎，即係大家要知道呢一點啊。所以你話回復翻之前嘅水平咧，個餡個內容唔同咗一個使錢，一個揾錢啊嘛，即係大家要知道呢一樣嘢啦。咁當然啦，投資都係使錢，私人嘅投資又唔同係嘛，又唔同政府嘅啱與唔啱咧，我哋姑且唔好討論呢啲好長嘅討論嚟嘅。講翻呢個先第二咧就係咧，佢減少咗咧177500人咧，其實咧調翻轉咧，佢係頭先增加咗嗰啲嘛，公共行政人類保健嗰啲增加咗10% 以上嗰啲。如果嗰啲都冇增加，其實係跌嘅，淨減少嘅職位人數咧係更加多噶。仲有到底職位同埋就業人口咧兩個概念嚟嘅，好值得同大家探討噶。呢度後面會再講多少少啊。睇下依家呢個圖即係有少少想同大家即係分享。2019年之後咧，點解嗰個就業人數突然之間大減咧？大家知道單眼路都知嘅嘢係嘛？當然啦，疫情等等係嘛？但係其實咧要注意一點就業人數代表咩？有一紮人有嘢做嘅中產等等嗰啲咧，中堅分子咧，
有幾十萬嘅人移民啦。嗱，之前咧我哋睇稅表啊，睇啲出入境啊、機場啊、其他國家嗰啲咧，統合咗好多數字，唔喺呢條片特別講噶啦。即係我之前都有拍過，同埋好多 channel 咧都係好有心機攞出嚟咧講過呢樣嘢噶。咁啊，總之咧就係少咗幾十萬人嗰度啦。咁啊，嗰啲就業人數咧咪少咗咯，啱唔啱啊？咁嗱，就算行業唔係差，因為啲人少咗嘛，嗰啲人少咗咪就業人數少咗咯。所以你見到佢咧，2019咧一路跌落去啦，係嘛？其實咧啱啱咧呢段時間咧係移民高峰期嚟嘅喎。咁好啦，政府好多人才計劃啊，推好多大陸人過嚟啊，單程證啊等等啊，外勞啊好多啊，嗰啲黑工唔計啊，呢度啊黑工係唔計數噶嚇，黑工好多但係唔計嘅。咁你見到咧，2022咧又上翻啦。嗱咁啊，嗱依家咧就話頭先嗰啲就業人數減少咧，有兩個階段，我想同大家講啊。第一個階段咧就係嗰啲崗位或者啲觀眾唔中意用崗位喎，即係覺得比較即係香港人我哋叫用職位啊。嗱，首先咧啲職位咧冇減少，啲人減少咗，咁所以咧呢個都係就業人數減少嘅。咁啊慢慢落嚟咧，由於咧人才流失啊嘛，係咪？即係嗰啲人減少咗即係嗰啲就業人數減少咗啦。咁啲崗位喺度，咁啊點啊？咁啊請唔到人咯。咁你咪失業率好低咯。慢慢咧，依家失業率又上翻啦，一路上啦，上到3.7啦，嚟緊又話4點幾啊。某啲行業咧去到8嗰度咁誇張係嘛？即係代表咩咧？又上翻失業率少少，即係代表咧嗱，人數少咗，崗位咧。由於咧競爭力失去啦，競爭力失去有好多原因嘅，我一條片未必講得晒噶。你嗰啲人才走咗，你都會少咗競爭力噶嘛。你要請貴啲人工，請翻嚟，又係少咗競爭力。再加上主動大陸嗰啲公司又會同你去內卷，又同你競爭嘅時候，又係會少咗競爭力。即係幾樣嘢唔係淨係一樣半樣，令到咧連原本嗰啲職位都少咗。嗱，就業人數減少可以係因為職位少咗，亦都係可以係因為職位喺度人少咗，就係咁樣咯。咁依家咧一開頭嘅階段係人少咗，後期咧慢慢去到職位少咗。嗱，咁嘅情況呢個啟示咧就係令我唔係幾舒服嘅，即係咧差咗咯，少嘢做咗咯。咁而咧你又再推咗好多人過嚟去做嘢，咁啊後面咧就會更加麻煩啦，即係更加多人去爭嗰啲職位啦，咁樣咯。咁啊當然啦。佢有好職位增加嘅，唔好淨係講單邊嘅，有好多職位增加咗，後面會再講邊啲職位顯著增加，但係嗰啲係咪對於經濟好呢？可以再討論下。嗱，有學者認為咧，公共行政同埋咧人類保健行業咧有政府資助，而且咧人工唔低，係嘛？咁啊喺呢一輪經濟周期咧嚟講，呢啲咁嘅職位嘅崗位啊，梗係咧吸引力啦，係嘛？我成日話咧，經濟差嘅時候就政府工係贏家啊嘛，做呢啲係贏家咯，係嘛？經濟好嘅時候，可能私營機構哇好犀利啊，即係啲 bonus 啊人工係咁加係嘛？咁依家梗係攬住呢工啦，但係咧。個最大問題係咩咧？學者認為啦，呢啲行業咧，其實係依賴政府嘅財政噶。咁啊，而且咧，咁啊呢種咁嘅轉化，咁啊呢個咁嘅變化啊，有咁多咗呢啲職位咧，其實唔係一個好嘅徵兆啊。加上咧，依家嗱香港政府好多錢嘅，我都明嘅。咁啊，但係咧一路財赤落去係嘛，然之後咧發債當收入，嗱發債係好容易發嘅，依家係好受歡迎嘅，呢個一定要唱好啊，幫佢唱好嘅。咁但係咧，好似冇提到點樣還債喎。咁提點樣還債咧，其實咧，使唔使提咧都要㗎係嘛？嗱，我自己覺得其中有一樣嘢咧，遲啲咧，你慢慢嗰啲樓啊，香港嘅樓啊，嗰啲地啊等等嗰啲有年期噶嘛，佢唔係 freehold 嚟噶嘛，唔係永續噶嘛。咁到時咪叫大家補地價咯，一層樓個個補幾百萬，唔會一次我要你俾咁衰嘅。即係我諗你可以慢慢，即係其中一個方法嚇，我唔係話佢一定會咁做啊。可能第日話經濟好好啊，天跌落嚟啲錢又好，突然之間機會好好啊，美國好倚仗香港啊，中國美國好好嗱，嗰啲唔好講啦。其實必要時你咪即係補地價咯，幾百萬咁啊，其實搞得掂嘅。我又唔係好貪心啊，香港即係啲人係有錢嘅。我想話嗱，繼續講翻嚇嗱，統計處指出咧，由於疫情咧導致部分行業啊，2020年至到2022年間咧大幅削減人手啊。其實點知疫情啊？統計處要講係疫情嘅。咁啊嗱，總就業人數咧係喺2019年至到2022年咧期間咧減少咗6.7%，或者咧
58,100人嘅。然後咧喺2023年就回升翻，但係咧佢哋咧就冇講話啲人移民移出喎，係嘛？因為大陸人咧拱翻入嚟就補翻，所以就唔使睇，係嘛？咁啊好啦，跟住咧至於咧2024年咧大致保持嘅平穩，走咗啲人咧推翻大陸人嚟嘛，乜財通物財通，我去路等等，係嘛？佢較2019年咧就算咧政府咧扭盡六壬推咁多大陸人嚟啦，一樣都係較2019年咧都仲係跌咗4.6%㗎，而且包括頭先嗰啲行業醫療咁需要醫療人口咁多老化，係嘛？咁啊需要咁多人手都係跌咗嘅。咁同2019年相比咧，而2024年咧就業人數錄得較顯著嘅跌幅嘅行業咧係進出口貿易啊。呢個咧係香港嘅支柱行業嚟㗎，佢減咗23.7%啊！你知唔知幾多人啊？成10萬人嗰度，10萬人啊，10萬個就業人數冇咗啊！呢個進出口貿易，喂，貿易嘅嘢你大家知道 GDP 啊嘛，出口減入口嘛，貿易嘅嘢其實係揾真銀嘅，淨流入嚟啲錢係嘛，同你咧政府嘅 expenditure 放喺醫療去照顧啲老人係唔同。我哋覺得係照顧老人係應該嘅，一定要嘅，而且咧係呢種係咪政府嘅天職咧？咁樣係嘅，但係都要靠呢啲噶嘛。咁所以咧進出口貿易咧令人憂慮啊！10萬個職位咧或者人數冇咗啦。人數定職位咧，頭先我講咗啦，呢度唔再重複啦。而批發咧，我覺得批發都係黐住一樣噶啦。批發咧減少咗19.6% 咁多噶嚇，嗰度成11,000人噶。零售咧，大家都知啦，一路執笠潮減少咗18.7%，就59,400人嘅。零售大概有20零萬人啦，但係咧其實佢冇計零售周邊嘅一個 value chain 啦，即係嗰啲供應商、服務商啦，關係到零售成條嘅成8萬人嘅嗰度嚇。即係我想講咧，依家呢個數字只係2024年啫，2025年咧差咗好多嘅。咁即係當然啦，依家2025都未完啦，之後就再睇翻啦。咁仲有製造業啦，減少咗14.5%， 12,900人啊。製造業點解減少咗咁多咧？因為咧其實咧美國咧就話啦，喂，依家咧你同中國嘅關稅一樣噶咯。第一任嘅 Trump 咧就係話咧，你唔可以打 Made in Hong Kong， 即係 Made in Hong Kong， 即係 Made in China 啦一樣。但係咧當時嘅關稅係唔同啊嘛，香港自由港嘅嘛。咁依家咧其實咧即係難搞噶啦。其實咧你唔可以打 Made in Hong Kong 都有影響嘅，我真係想話，因為即係啲人覺得唔同啊嘛，係嘛。好啦，繼續再講啦。細分啦，細討論嗰啲就係增加嘅就業人數啦。公共行政行業咧，講緊咧2019年時咧，相對依家大升咗11.7%噶。即係政府做多嘢啊，政府大政府啦，係嘛？即係公共行政啊嘛。唔怪之係咁財赤落去啦，係嘛？呢啲就係即係我想話咧，佢嗰啲揾錢嘅行業咧減少咗，特別人口佢使錢嘅行業增加咗。人類嘅保健同埋社會工作服務等咧急升13.6%啊！即係咩啊？即係社福嘅需求增加咗咯。首先咧有機會係貧窮人口增加咗啦，或者新移民嚟，好需要呢啲服務，係嘛？兩樣嘢咧都係問水啊！呢個情況係嘛？仲有個醫療咧，係嘛？人類保健咪就係醫療咯，咪就對成個醫療體系嘅增加咯，個負擔咯。呢兩大咧係增幅最明顯嘅行業啦。你真係估唔到，金融保險人數咧係竟然減少咗3.4%。中國咁需要依賴香港嘅集資啊嘛，係嘛？集資咗啲錢翻去大陸啊嘛，係咪？或者係去外國投資啦嚇。地產人數咧上揚6%，點解咧？地產底薪好低噶嘛，基本上就係多勞多得嘅啫。其實咧，我認為會唔會係即係啲送外賣嘅人數咧增加咗咧？揸的士會唔會增加咗咧？係嘛？即係增加咗即係的士司機好多係老師傅退咗休，係咪新嘅人去，或者會唔會增加或者點樣咧？揸白牌車會唔會增加咗咧？咁呢啲就係話嘅轉型啦，係嘛？即係成日話轉型，係咪呢啲轉型咧？但係呢啲轉型咧好頭痕，即係應該要增加嘅減少咗，慘啊！呢次真係頭先話金融咧咁好咁利好
點解會減少咗啊？咁當然呢個係2024年啦，我一陣再同大家討論多少，睇下李兆波點講先。佢話咧嗱，經濟轉型下咧，就業市場咧更加傾向咧服務性行業，其實零售都係服務性行業嚟嘅，尤其係政府大額扶持嘅高開銷個人服務啊。咁啊，例如咧嗱，人類保健同埋公共行政嗰個情況啦。咁喺樓市低迷等等經濟變化嘅情況底下咧，要揾出路啦。市民咧趨向咧轉投發展機會較大嘅行業係一個趨勢嚟嘅。哇！大家都淨係做呢啲，咁啊當然啦。你話如果大家都考做醫生咁啊，梗係好啦。醫生其實就唔係淨係香港需求，全世界需求都好大嘅。但係咧好容易就即係會唔會話俾人叫走啊？成日唔會嘅，因為香港人工好高嘛。嗱，但係咧佢話個過程需時啊，梗係啦。你做醫生呢啲係嘛？例如咧要學習相關嘅課程啊，同埋獲取專業嘅資格。咁其實好多老人服務啊、照顧啊嗰啲咧都係需要嘅，我覺得嚇。嗱，對於咧相關嘅轉變啦，對於本港經濟孰好孰壞，李兆波指出咧，香港咧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金融同埋保險人數咧減少，令人意外喎，佢覺得，而且咧很輕易咧受到經濟週期嘅影響，地產行業咧有更多嘅人入職㗎。咁啊，至於咧即係從業員明顯增加咧嘅公共行業同埋人類保健咧，就要依賴政府開支，一旦政府財政出現問題咧，就會帶嚟壞嘅影響。即係話影響啦。嗱，李兆波意外嘅嘢咧，我又唔覺得即係好意外啊。點解咧？AI 嘛，後面佢都有講嘅。嗱，李兆波咧相信醫療同埋社會服務咧，以及金融服務咧，仍然係好有大嘅發展機會嘅。醫管局咧每年咧有近1000億咧，就係資助啦，即係政府資助1000億俾醫管局。如果可以維持佢話如果可以維持，係咪都要死都要維持啦？係咪先？你即係啲人口老化好嚴重啊嘛。香港人口老化咧，大陸已經嚴重，香港嚴重過大陸，而且咧以前最嚴重嘅韓國同埋日本，韓國都搞到嗰啲醫療嗰啲出嚟嘅遊行成嗰啲香港嚴重過佢哋啦。你話死唔死啊？嗱，從事行業咧，其實做呢啲行業咧，人口老化香港咧係唔會太差嘅前景嘅。嗱，今年咧股市 IPO 又唱好啦，咁好轉啦。金融同埋保險行業嘅就業人數咧應該會回升，唔排除吸引咧地產等行業嘅人咧嘅從業員咧就轉工。哇，做地產可以走去做 IPO 都幾好啊！如果咁樣真係好勵志喎，係嘛？同時之間咧，佢又稱貿易同埋批發業嘅人數咧，或者喺未來關稅戰緩和之後咧，有機會有啲少許改善啦。嗱，大家你要明白，佢係2019到2024跌咗好多。嗱，嗰陣時跌，可能人才流失諸如此類係嘛？各方面唔止嗰啲嘅行業都衰落兩樣嘢一齊。但係咧，即係關稅戰係咪應該2024先開始咧？即係其實依家未反映Trump 第2任嘅喎，唔係2019都已經有關稅，但係咧依家嗰個關稅變咗常行。依家嘅所謂關稅戰係2024之後嘅大額度增加關稅，嗰個咧就有危機嘅。如果要緩和咧，只係保持咋，係咪好轉啊？唔敢講嘅喎，係嘛？同埋佢依家落嗰啲嘢，依家好似話咧，將嗰個小批量 order 嗰個咧，嗰個稅咧係已經係落實常行咗，嗰個麻煩啦。咁佢講翻啦，即係嗰啲頭先即係貿易批發嗰啲咧，佢話技能行業技能要求唔高。亦都容易受呢個 AI 嘅影響同埋咧受到經濟週期影響，本地零售銷貨價值咧單月咧只係得300億元啦，仍低於疫情前嘅400億元嘅水平，所以咧零售低迷下咧行業嘅人數咧必然持續下跌。李兆波咁講咧，應該越嚟越差嘅情況。但係我想講咧，就算 IPO 金融咧，佢頭先話點解咁即係令人意外，我就唔係好意外。第一咧，2024嘛，跟住2025 IPO 好啲嘛，啱唔啱啊？但係個問題咧，我想同大家講有2樣嘢都值得咧隱憂啊。第一咧就係咧，依家好多due diligence好多樣嘢咧，佢用少咗人，佢唔會完全唔用人，但係用少咗好多人，呢個係第一樣嘢，大家要知道呢樣嘢啊。第二樣嘢要注意嘅就係咧，佢依家咧好多嘅行業咧，周邊嘅行業咧，即係成個供應鏈咧，佢用咗大陸公司多，咧嗰個人工就以人數啫，佢唔係講人工啊，人工佢平咗好多嘅嚇。之前我講過好多集噶啦，因為外資同大陸嘅即係國企又好乜都好啦，民企人工係低好多嘅，呢個你第二樣嘢要注意啦。第三樣嘢要注意咧，依家產業鏈咧用咗大陸公司咧。自然咧，好多時候咧
會請翻內地嘅人啊，文化上啊等等各方面啊，或者唔好話淨係請翻啦，競爭啦，你同佢競爭啦，咁嗰個變化咧就同本土嗰個就業啊等等呢啲咧，即係有一個咁樣嘅微妙變化。嗱，你話去如果從香港個角度睇啊，或者從個行業係咪話差定係唔差咧？咁啊睇你從邊個角度啦？睇你同本土嘅做嘢嘅競爭啊，定係有競爭有進步嘅，定係從成個香港嘅競爭力嚟睇啦？咁呢個咧都值得大家有討論嘅空間㗎喎。嗱，好啦，今集內容差唔多啦，大家唔知點睇咧，不妨喺下低留言啦。大家都聽到嚟呢度啦，希望大家 like 埋呢條片啦 ，share 埋俾朋友，記得未 subscribe 嘅要 subscribe 埋啊，可以嘅話 join 埋我 Patreon啦，多謝收看，拜拜。